在 G20 峰会召开之前啊，我们中国驻澳大利亚的肖谦大使啊，举办了中澳媒体一个吹风会。这期间啊，他以个人的身份说了那么一段话。哎呦，这几句话那是着实厉害，那真是扎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心窝子。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我们就明确指出，G7呢是富人俱乐部，无论是国家数量、国家的人口、经济实力，还是对世界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上来说呀，G7它只能代表少数，不代表整个国际社会。G7呢把中国视为所谓的威胁啊，妄图拉拢其他国家共同遏制中国。实质呢，它并非是指针对我们中国，而是借此打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有权利啊，让本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嘛。这话呀，要说成大白话，那就是富人好日子过久了，容不得别人也去致富，去过上好日子。在这次G7峰会，日本跳的就非常的高，所以在这个吹风会上啊，肖大使在谈到日本的时候，他以个人的身份就说了那么几句。他说：“就我个人而言呐，我认为日本一个二战的失败者，在谈论维护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上，那是讽刺的。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冲突，我们从来也没有威胁过澳大利亚，没有像日本那样轰炸过达尔文，我们没有像日本那样杀害过澳大利亚人，我们更没有以极其不可接受的方式折磨过澳大利亚战俘。”咱们大使以个人名句说的这个句句，它都是实话，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是西方呢，就是怕有人把这大实话给挑明了说，因为这个点到了他们的根本，戳到了他们的痛处，这就是非常有力的一次主动出击。你看，这个美国和西方对我们进行各种遏制和围堵，舆论上呢更是谎言满天飞啊，然后各种造谣、各种曲解，特别是在这个官方之外那些手段他们用各种方式，即便说他是一个官方人员吧，也选择各种非官方的场合和立场，说一些完全不着边际，但又是对我们伤害又非常大的话，这搞得我们是很窝火，也挺被动的。而且他们说的呢，还都是谎言，或者是在那曲解。那么在应对的时候我们不必去做过多的这种解释，因为本身他说的那些都是谎言，都编造出来的，你怎么去解释这东西呢？我们应该以更合适的方式去主动出击，把这个节奏带走。你要是不停的解释，那等于按照他这个节奏去走这事情一旦被别人带了节奏的话，你说什么他这个作用都发挥不出来了。你看，不久前我们驻法大使在非官方的一个访谈之中呢，以他个人的名义，从法律角度和历史角度谈了一下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他们的合法性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是在西方就有非常大的争议因为一旦翻出这笔旧账，那可就是捅了这个西方的这马蜂窝了。而这里边的引起的各种纠结、各种争斗那就是没完没了。你看现在这个波兰对立陶宛提出什么领土的要求又提出这个那个的历史问题这里边其实就跟这些旧账、跟二战这些遗留问题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西方一定要把这个压住，要不然这阵脚就乱了呢。那既然你们可以无中生有，拿我们的红线来挑战，那我们最好的反击就是用事实戳你这些不敢说的话，戳你的心窝子。但是我们的伦理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尤其和美国不一样。我们不造谣不编造这些谎言，不违背伦理，我们也不否认当今和历史的事实。我们可以对着西方那个敏感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出手，这就叫釜底抽薪，点穴诛心。一旦引起他们的争议，比如说他发火了，或者说他熄火了，他不出声了，那就说明我们干得对。